你是50块钱的东西，还给你上了这个合金脚和这个胯部的齿轮关节，这个还挺有意思的。而且这个齿轮扳起来手感还不错。除了这个齿轮关节以外，其他地方的这个把玩手感啊，还有这些什么身体上的比较肉的刻线啊，就比较拉了啊。这个头雕也很丑啊。好，欢迎回到我的答辩金刚玩具分享时间。今天一起来玩的是这个来自大班模型的编号9913。大班他们家没有叫什么擎天战神啊、冲锋柱什么的，他们家就是以这个编号作为产品名字的。我的入手价是50块钱，我清楚的记得就是50块钱啊。前年买的，哪个平台我也懒得去翻了。我回这个变形金刚玩具坑之前呢，玩了有挺长时间的高达，基本上都是拼万代的。大班他们家就买过一个菲尼克斯，拼完以后我就下定决心，以后高达只买正版了啊。现在国产这个翻模发展的怎么样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反正大班在我这边印象不是非常的好。大班和万代的关系就跟这个海之星和孩之宝的关系很像。早期呢，这两个盗版厂几乎还都是纯翻模各自跌出的这个玩具啊，品牌标识名字还都有这个谐音梗，有点像在里面的。我刚回坑的时候刷到这个，从这个高达坑回到这个变形金刚玩具坑，这个系统也知道给我推什么，他给我推了一个大班的擎天柱啊，还跟这个高达和变形金刚都有关系，就买来玩玩了。一个盗版拼装模型厂做的这个成品变形玩具金刚啊，还是他们自主设计的。总体的话是够不上好物的头衔的，但也不是非常的答辩啊，一般般吧，看看视频就好，不要去花钱买这个买来玩啊，没什么大的亮点。造型的话就不用多说了，很经典的唐菲格里奥这个3字母擎天柱，这个造型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的。之前还入了一个这个体积巨大的无敌铁牛啊，还带个摩托车，也是个第三方，叫做 MMA， 但是呢这个厂已经倒闭了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弹幕扣1啊，有机会的话做个视频吧。是个造型金刚不可变形的头雕，很丑，就是很丑，没有别的啥形容词的，而且还很显老，就特别是这个很重的法令纹。眼睛呢好像是大小眼啊，一大一小的，右眼肿起来了，看上去像被谁打了一拳一样。头雕后半部分是这个蓝色透明剑啊，这里就很老玩具啊，设计师应该是很懂老玩具，很懂经典时机啊。这个正面看上去的话，这个透明剑就有点像秃顶的感觉了。你透明剑归透明剑，但是透明剑是没用的啊，怎么透它这个光都透不到眼睛，眼睛不亮，就死气沉沉的。这个透明剑你给了干脆不给，你眼睛上漆也比现在这个状态好啊，是吧？胸口如此，很有特点的这个车窗上雨刮器有刻画和涂装，车窗是这个透明蓝色只不过颜色比较深，从远处看呢以为是不透明的黑色呢。然后胸口打开，里面是没有细节的，也是没有能源宝的。整个躯干可动啊，还是可以的啊，它有弯腰关节，这边解锁一下，有个小凸起小凹槽，给它腹部这里有一个小的上拉关节，拉出来以后它就可以进行一个弯腰了，90度的断腰式弯腰。后面看的话就穿帮了，这个结构呢也是它的转腰结构，90度转完以后就这样的，这个就更幽默更抽象了，因为它这个转轴不在它这个胯部的中心点，在靠前，所以转完以后就形成这么一个错位了啊，有点幽默。背后的这个卡车形态的扰流板并没有做变形处理啊，没有做成那种小翅膀小尾翼一样的。人形态的话就看上去并不是很帅，就在这个位置。而且呢这块盖板还很松，没有固定位点啊，没有底下有卡扣啥玩意。背部就是这样一个卡车车头的造型了，没有什么设计啊，就纯车头。手臂造型啊大约如此，贴纸是我后贴的啊，玩具是不附带的。肩胛的小护板也可以移动，上面是黑色销钉，这边是一个轴，活动范围大概是这样的啊，怎么喜欢怎么摆嘛，这个造型。玩具肩部也是有蝴蝶肩关节的啊，这边可以外拉，但是它的蝴蝶肩关节不是往前的啊，蝴蝶肩是往后的。
摆臂关节在肩胛根部可以360，然后大臂也是可以平转360，但是平台关节这款是比较小的，大约是70度左右吧。然后呢，也是会有干涉，你如果大臂平转的时候，它抬的话是抬不上去的，你要给它平着啊，让肩胛不能碰到它。曲肘，大约是90度。撸管手造型如此，很标准的一个撸管 C 型手啊，很呆板就是了。它是全都是没有一个360旋转的，它只能是变形的一个左右摆动。这个手还有一点要说一下，就是变形的时候，它手这边是要收进去的。但这样收进去以后呢，就非常难取出来了。它这边水口也给你给磨掉了啊，你也不能通过水口这边把它搓出来，这边很光滑，基本上是搓不了的。你可以试试看，把这个螺丝拧松，应该也容易搓一点点。我这边是经常用到这个牙签啊，变形的时候用牙签把它伸进去，通过这个手 C 型给它给弄出来啊。但是呢，这就存在一个问题了，一个玩具，反正在我这它的变形需要用到外部工具来协助的时候啊，在我这边这个玩具就已经不是一个好玩具了。你像你要是带出去玩的话，你身边没有任何工具啊，你还要用的牙签，用到铁棒去撬，这个我觉得是不合格的。小臂盖板在这个外观这方面还是有一个小亮点的。打开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上下搓动的轴，拖上去的时候呢，给它盖上，就是车形态需要的平整盖板。你给它搓下来，可以看到啊，它这边并不是平整的，有个小角度。盖上去以后，中间呢是有一点点突出的。这边就得到了一个不平整的小臂盖板啊，一个像三角形锥形的造型，还原漫画里面的这个小臂盖板造型。这一处可以看到，这个玩具设计师还是有小巧思、有想法的啊。不知道设计这玩意的人还在不在大湾呢？还是去某个大厂工作了啊？但也不知道。胯部的这个齿轮关节啊，前踢后踢，开头也提到了，掰起来很清脆啊，很爽。前踢到一定角度呢，它这个前胸甲也是可以进行一个避让的啊，大约是这个一个状态。后踢啊，后面没有后胸甲，它也不存在什么干涉，因为屁股造型啊几乎就是没有挡板，细节呢也就这2处刻画，其他就是螺丝孔啥的。前踢后踢是齿轮啊很紧，但是侧踢就拉了。如果侧踢这边也能搞成齿轮就好了。大腿根这边是有一个平转，也不是很紧。大腿整体造型很素，几乎是没有刻线装饰的，有刻线的地方也是底下这一圈，让你觉得它可以平转。错了，它是没有平转的啊，只是造型。大小腿这个连接部位呢，它也没搞平转，整个腿部连接设计就很草率啊，特别是这个关节，你看上去非常的廉价。小腿外部盖板是没有固定位点的，很松，只能挂在这边。但因此呢，也能实现这个三角形的这么一个造型，不过里面是空的，没有机械细节。小腿后面这个双排轮啊，很有特点，这个是很多垃圾厂不会做的一点。这里用的还是一个这个黑色销钉的这种铆钉轮，起码在车轮这一块它用心了。但是里面啊，这4个车轮混了一个假车轮啊，只有3个是可以动的。脚掌是合金的，但是很奇怪啊，它不能被这个吸铁石吸。但它这边的确是合金的，某种金属吧，只能说冰冰凉的，然后上面还上了漆。我这只右脚的这个前掌啊很松，都是用这个铆钉固定关节的，接地幅度呢非常小，大约是这样的。配件只有一把大枪，细节刻画啥的呢也都比较肉，枪口有4个枪管的刻画，这个建模的肯定有强迫症啊，真螺丝在这边。它在反面还要给你搞个假螺丝的刻画，这个很逗啊。整体呢造型很素，刻线较少，细节也比较肉。设计有巧思，但也有很多小问题。站它还是能站住的，关节不松垮，但是很多零件都是没有固定位点的。下面就来看它的变形过程吧。
变形完成了。我记得第一次变它的时候真的很费力啊，特别是把这个车头前面这一块从躯干中拉出来啊，多变几次就好了，一直搓这个前轮底下这一块凸起就行。整体思路真的是非常清晰啊，变形过程也很简单啊，因为是这个铆钉轮，滚动性也不错。前轮间距，因为要兼顾人形态腰子啊，不能做得太胖，就只能如此了。车形态前轮这个轴实在是太短了啊，看上去不大气，很小家子气。后轮并排轮虽然有一个轮子不能动啊，但是外观还是没毛病的，挺霸气的。车头的这个比例啊，我个人认为是太长了些，依旧也是没有后视镜的。整体合缝问题并不是很大啊，白色这个涂装连贯性也不错，没有大的这个错位。这个黑色铆钉这一块可能有点破坏造型的完整性。车形态这个扰流板造型如此啊，还是挺有标志性的。色差的话肯定还是有色差的啊，我肉眼看的还好啊，不知道各位视频里面看怎么样。车窗这块色差是最大的，其他地方基本上是没有色差的。特别是你像这一块零件啊，它是蓝色上的这个红漆，跟这个就是车形在其他地方的红色，侧面并没有很违和啊。肉眼看的话，色差除了前胸这一块，其他地方都可以忽略不计。我手边的车厢都试了一下啊，没有它能用的。它这个车尾设计就不像是能用车厢的样啊。枪的收纳是用两个这个凸起对准里面凹槽进行一个结合，我看这个状态下能不能塞进去啊？可以的，可以结合的啊。结合完以后大概是这个样子。收纳完以后呢，大概就是这个状态了，填补了这边的一个空洞吧，看上去并不是很穿帮。各位在变形的时候就可以把枪给它塞进去了，但是像我这样变完以后再塞进去也挺容易，并不是很困难。车尾灯的刻画是有的啊，但是依旧是没涂装，它是在靠下部有个车尾灯。车形态可以，至少能看出来它是345那个卡车造型，这个价位你就算它过关吧。OK，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因为是大班嘛，所以摆个这个种设来作为结尾吧。平庸的一款啊，现在应该还有卖呢，鱼上还是能搜得到的啊，还在清仓。怎么说呢？感兴趣的可以体验一下，但是我并不推荐入，没啥太大的亮点和玩点啊，但它也不是那个非常答辩的那一类。好了，喜欢本期视频的不妨来个3连。本频道无广无商单，你们的支持是我更新下去最大的动力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